真离了大谱。在这台小主机上，黑神话悟空我能开启3倍帧生成，1080p 低画质下能跑到110帧。赛博朋克2077开启4倍帧生成，1080p 低逼色，能跑到136帧。英特尔最新的驱动8509把 X1SS 的多帧生成带到了这台小主机的 140V 核显上，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多帧生成的倍数，并同时开启低延迟模式，防止游戏不跟手。这下 AMD 的 FSR4 不给 RDNA 3和 3.5 核显使用就不那么好看了哈。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台装置 Ultra 7 256V 这个低压移动 CPU 的超小主机吉摩克 K13。Lunar Lake Ultra 200V CPU 是英特尔2024年推出的超高能效比的移动处理器，只有4个 P 核和4个 E 核。这是 Lunar Lake Ultra 200V 的全部型号，你看它们全部都是清一色的8核心，差别就是频率和 LSA 缓存，核显差别也不大。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块 CPU 装置 LPDDR5X 内存，尾号为6的型号装置 16GB， 尾号为8的型号装置 32GB。Ultra 200V 的 CPU 是没有多线程的，就是4个性能核心和4个能效核心，主要面对的是轻保本和掌机。咱们迷你主机很少装置它，到目前也只有华硕 Lark 14 Pro AI 和维新酷比 Lark AI 这2台。吉摩克 Lark Box K13 是市场上第3台装置 Lunar Lake CPU 的小主机，它采用了现在市场上很少见的长方体扁平设计，不到 0.6 升的超小体积。大家是喜欢这种扁平设计的外形，还是更喜欢传统方正体型设计的外形呢？吉摩克 K13 装着的是英特尔 Ultra 7 256V 移动 CPU， 8核8线程，内置英特尔 Arc 140V 核显， 16G LPDDR5X 内存，8500兆赫兹，双 M.2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3屏显示输出， 5G 网卡，叫 WiFi 6E。 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了，电源线、HDMI 线缆、显示器背架和螺丝、说明书。这 DC 电源20伏5安，一共100瓦功率。拿起小主机，三明治拼色外观，黑色塑料机身，感觉和我深度种草的 M75N 有一点像。左下角是吉摩克英文 logo， 右上角有英特尔 Ultra 7标志。机身接口，前面板双 USB 3.2 晶2 A 口耳麦口，电源开关键。后面板20伏电源接口，能够 PD 和 DP 显示信号一线通的双 USB 4接口， HDMI 2.0 接口， USB 2.0 接口，板载 5G 网络接口，这接口非常强大。底部、后部和两侧都有通风口。只需取下底盖上这颗螺丝，往下轻推，很容易卸下底盖。底盖是镂空塑料。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内存是 CPU 板载的，2组2280的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这是 RJ616 WiFi 6E 无线网卡，
英特尔预装的是 16G LPDDR5X 8533兆赫兹内存，现在价值起码1500，有没有？我觉得有，内存价格也很离谱啊。BIOS 里我们看到的 CPU 是 Ultra 7 256V， 内存显示是 16GB 8533兆赫兹。首页就可以设置性能释放，有安静模式15瓦，平衡模式20瓦，性能模式30瓦。我们设置性能模式30瓦来进行本次的测试。这里可以设置来电制起。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6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功耗下滑一条直线，运行在30瓦，整机功耗稳定在46瓦左右， CPU 整体频率运行在平均 3.5 赫兹。在单烤了50分钟内， CPU 功耗一直保持30瓦，室温20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上升到76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52度，温度不高。我们首先使用吉默克 K13 主机的 Ultra 5 256V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15分28秒，共计928秒。928秒比 1360P 6900HX 还有 8840U 要差一点啊。CPU-Z 多线程 5053.8， 单线程 774.8， 单线程还是不错的，多线程成绩就要差一点了。Geekbench 5多核9845，单核2008，多核成绩超过了 AMD Ryzen 9 6900HX 和 8840U 1360P 差不多。Geekbench 6多核11188，单核2752，多核成绩高于 1360P 6900HX 和 8840U 几乎持平。Cinebench R23 多核10917，单核1896，多核成绩和 125U 差不多，低于 1360P 和 6900HX， 也低于 8840U。 Passmark 多线程 22528，单线程4405，单线程比别人高，多线程成绩和 1240P 差不多，稍低于 1360P 和 6900HX， 也低于 8840U。 综合来看，目前这台 Ultra 7 256V 单核成绩比别人都强，30瓦的性能发挥下，只有8核的多核性能一般。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1321498， CPU 得分516,902。先看一下 3D Mark 图形得分， TimeSpy 4229， FileStreak 10046， SteelRoman Lite 24.64 FPS， 稳定度 99.2%。 我们把 3D Mark 的数据做成图表，发现它的 TimeSpy 数据超过了 780M 和 890M 核显，排第一。 FileStreak 数据同样排第一， SteelRoman Lite 排在第3名，跑分不错。来看看实战。地平线5 1080P 高画质，不开抗锯齿，普通场景70多到80帧，复杂场景60帧左右。地平线4 1080P 超高画质，开了2倍抗锯齿，全程60帧左右。看来开车的游戏比 780M 核显要差一些。英雄联盟 4K 中等画质最后大单战平均120帧左右。原神 1080P 高画质，跑起来战斗起来60帧。
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47帧，这次真比 780M 核显强啊，接近 HX370。赛博朋克2077 1080P 低预设，没开真生成，平均帧58帧，打开真生成，并且开启4倍多帧生成。平均帧136帧。黑神话悟空使用官方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 低画质，开启真生成，开启了3倍多帧生成，最后结果是112帧每秒。实战一下。这就是英特尔 Arc 140V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感觉多帧生成很惊艳。地平线5和地平线4不如 780M 核显，网络游戏还不错。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时而温20度的时候 CPU 最高77度， SSD 最高是44度。我们也给它运行了大模型测试，还是探测色编程问题。15.8 token 每秒，这成绩排在了 780M 核显之前，和 890M 核显的 HX370 差不多。显示接口输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60Hz 8比特 RGB 显示信号输出， USB 4接口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 144Hz 8比特 RGB 显示信号输出。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频到 160Hz， 超频后 USB 4接口能够输出 4K 160Hz 的8位 RGB 显示信号。索尼 OLED 电视连接 HDMI 线缆，小主机能够输出 4K 60Hz 8位 RGB 显示信号。英特尔 Arc 140V 核显视频解码，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 视频， YouTube 8K 60帧 AV 视频可以流畅播放。原厂 NVMe 硬盘测试接近7000兆比每秒，最好的 PCIe 4.0x4 存储读写能力， USB 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3100兆比每秒，这是不错的 USB 4外接存储的性能。WiFi 测试 RZ616 WiFi 6E 无线网卡跑上了760兆 bps， 算是我的 WiFi 6无线网络环境中不错的水平。螃蟹 5G 网卡我们也使用 iPerf3 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4.7G， 跑满了带宽。
吉摩克 K13 装置了8核8线程的 Ultra 7 256V 低压移动 CPU，30 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整机功耗没有超过60瓦，待机最高功耗才 6.3 瓦。按这个结果，100瓦的 DC 电源可以轻松搞定。室温20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36度 ，SSD 待机温度28度。这台小主机高性能模式 CPU 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47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是39分贝，可以算静音。这台超小高性能主机可以和我输出90瓦 PD 电源的 LG 显示器的 Type-C 接口一线通。吉摩克 K13 迷你电脑装置了8核8线程的 Ultra 7 256V 低压移动 CPU，30 瓦的性能释放。多核性能受限于只有8核心，没有多线程，不如 8840U 6900HX。单核不错，超出了所有的 780M 核心小主机的 CPU， 而且功耗释放只有30瓦。它最强悍的地方是核显沉积，缺点嘛，主要是 256V 的价格不便宜，内置的 16G 8533兆赫兹的 LPDDR5X 内存价格不菲啊。总结一下，30瓦的性能释放， GPU 核显性能跑分强劲，散热和静音优秀，接口兼容性不错，体积超小，外观好看，和我的 M4 Mac mini 放一起也不难看。这是目前非常优秀的消费级 X86 迷你电脑，也是拥有8533兆赫兹高频内存的少数迷你主机之一。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We'll be right back.